拜登宣布退选后，英国、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以色列、乌克兰等国家的领导人纷纷发文向拜登致意，表示尊重他的决定。而此前已有不少国家陆续主动接触特朗普团队。据美媒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本周访美，并表示希望期间能与特朗普坐下来会谈。拜登退选为何让美国的盟友如坐针毡？来看详细分析。 拜登宣布退选后，美国盟友的领导人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态。拜登上台后的第一项工作是对欧洲盟国表示美国回来了，因此欧洲国家的表态相当集中。英国首相斯塔默称，拜登做出的是符合美国人民最佳利益的决定。德国总理舒尔茨在强调，我的朋友拜登总统为他的国家、为欧洲、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多亏了他，跨大西洋合作才得以紧密，北约才得以强大，美国才是我们值得信赖的好伙伴。此外，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爱尔兰总理哈里斯、捷克总理菲亚拉、挪威首相斯托穆，曾在2014至2019年担任欧洲理事会主席的波兰总理图斯克等，也对拜登表达感谢。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感谢拜登的领导和付出，澳美联盟从未如此强大。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则形容拜登是一个伟大的人和加拿大真正的朋友。那么，我想这个美国的盟友对这个拜登表示祝福呢，完全是在情理之中啊，也在逻辑之中。因为拜登任内他的主要的外交的这个政策的用力点、着力点就是恢复或者重振美国跟盟友的关系嘛，所以。 实际上，美国的很多盟友还是乐见，这个拜登式的这种推动美国重返世界舞台，发挥一个比较有效的领导的这样一个做法。外界认为，对拜登退选最为紧张的人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发一篇长文写道：“永远感谢拜登在最关键的时刻支持了乌克兰。”还说，眼下欧洲局势仍具挑战性，真诚地希望美国继续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 本月19号，泽连斯基与作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通电话。期间，特朗普向泽连斯基承诺，他如果重返白宫，将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对此，泽连斯基表示不满。If he want to do it during 24 hours, the simple way is to push us to pay, because it's understandable how. It means just stop and give, and forget. We will never go on this. Never. 特朗普此前则多次表示，一旦当选就会切断对乌援助，还称泽连斯基是史上最厉害的推销员。因此，泽连斯基被认为是最担心特朗普回归的人之一。他曾表示，如果特朗普获胜，他无法预估其会如何行事。他希望届时特朗普不要退出北约，也希望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 而对于拜登退选，俄罗斯方面的反应较为平静。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美国未来政治局势发表评论称，莫斯科不干涉美国选举，也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让他们自己解决自己的事情。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也表示，距离美国最终大选还有4个月，时间还很长。在此期间，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改变，我们需要耐心等待，仔细观察事态发展。 他强调，俄方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我想这次俄罗斯做法是正确的，就是比较谨慎，避免这个给美国人以干涉或者介入美国大选的这样的一个把柄被美国人拿在手上。实际上，近段时间以来，面对拜登的颓势和特朗普在选举中的气势如虹，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已开始主动接触特朗普团队，以提前布局，未雨绸缪。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内塔尼亚胡本周访问美国，并于24号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除按计划与拜登和正在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副总统哈里斯会面以外，他还希望能与特朗普安排一次面对面会谈。内塔尼亚胡在22号飞往华盛顿之前表示，无论今年11月谁当选，以色列都将是美国在中东最强大的盟友。据美媒此前披露，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内塔尼亚胡与其关系融洽。在特朗普的强力支持下，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驻以色列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引发阿拉伯国家的强烈抗议。而为了对特朗普表示感谢，内塔尼亚胡将一处位于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占领区定居点命名为特朗普高地，但两人友谊并不稳固。2021年在暗杀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事件中曾发生局语。外界注意到，特朗普遭枪击事件发生后，内塔尼亚胡在慰问讲话中将这位前领导人称为特朗普总统，特意省略了前任一词，以向他示好。
据外媒披露，特朗普重返白宫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本月中旬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如何应对特朗普成为各国领导人讨论的焦点话题。各国领导人一边忙着组建防特朗普的援乌机制，一边主动接触特朗普的顾问及亲信。峰会闭幕当天，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就缺席闭幕式，赶往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与特朗普会面，两人讨论了俄乌冲突的解决方案。有分析认为，在尽快结束俄乌冲突仪式上，欧尔班和特朗普的态度高度相似。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宣称，欧尔班就俄乌冲突的相关外交斡旋并未获得他们的授权。但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目前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是最早一位与特朗普直接交谈的欧洲国家领导人。此外，日本也向特朗普示好。今年4月23号，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赴美期间，专门去拜会了特朗普。此举当时就被外界认为是在为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可能性做准备。日媒报道中表示，特朗普向麻生太郎赠送了白宫钥匙。2020年，特朗普在任时曾向内塔尼亚胡赠送，称其象征着通往我们国家和心灵。美国的很多盟友呢，也在为未来可能的特朗普上台的这样一个前景在做准备。那么这个背后呢，也反映出了他们的某些担忧，包括欧洲啊，他们担心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以牺牲盟友利益为代价啊？甚至包括有人在担心会不会以牺牲北约的这个利益为代价等等啊。所以未来美国跟他盟友的关系的变化，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在眼下国际地缘局势一片焦灼的背景下，拜登退选，剩特朗普一家独大。面对这一局面，美国的盟友们该何去何从，引发了大量讨论。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修昔底德现行理论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文称，只有一点可以确定，特朗普回归后将带来一个更加混乱的世界。其在外交、经济、贸易、气候变化等领域的退出和孤立政策将继续带来无法估量的恶劣后果。因此，美国盟友必须考虑特朗普对冲，加强战略自主，做好相应准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翔认为，在没有了大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拜登很可能会利用余下任期内的几个月时间来巩固自己的政治成果，将某些外交政策机制化，让特朗普上台后难以逆转。未来几个月是我们要高度警惕的几个月，要防止他们在利用这最后几个月没有所谓选举负担的时候，制造一些事端，特别是俄乌冲突，他是不是要强化一下对乌克兰的支持，使得这个战争局面就是整个欧洲形成一个不可逆的战场局面？另外，是不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制造某种紧张？让它也成为一个难以逆转的一个局面，比如说跟日本联手做一点什么，跟菲律宾联手做一点什么，这都是我们现在要警惕的。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并支持副总统哈里斯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人。您怎么看拜登的这一决定呢？关于拜登退选的靴子总算是落地了。我想，拜登退选这一决定呢，只能是由拜登本人可以做出的。另外呢，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是拜登自己的身心的状况。至于说媒体以及民主党大佬的压力，并不是拜登退选的直接原因。媒体也透露出，拜登在最近几天与自己的家人进行了沟通。拜登的亲属还表示说，拜登对自己走路的脚步比较生气。换句话说呢，拜登对于自己的身体能否支撑其总统的职责产生了怀疑。从美国政治的规则来看呢，只有拜登自己能够下决心是否要继续选下去。当然呢，拜登在退选的声明中表示，自己为了民主党以及国家的利益做出了这一决定。对于拜登来说呢，从6月27日的辩论到最近感染新冠，拜登非但没有向公众证明自己的身体是可以的，反而把自己的老态龙钟展露无遗。相比之下呢，特朗普虽然年纪也不小了，但是在遇到刺杀之后表现出强大的意志力，尤其是特朗普遇刺后，拜登的颓势似乎是难以扭转了。不仅媒体呼吁他退选，民主党内的大佬以及金主们也不看好他。即便如此，如果拜登决定选到最后，民主党也没有办法将他拿下。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拜登退选的确是为了维持民主党的团结。拜登宣布退选之后，民主党内的一众大佬对他给予了肯定。克林顿、奥巴马参众两院的民主党的领袖都在第一时间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拜登的行动
展现了他是个伟大的美国人和爱国者。当然呢，从拜登本人来说，退选声明中一方面肯定了自己的政绩，另外一方面呢，则表示要完成总统任期。这也算是拜登为自己的政治遗产保驾护航吧。不排除在剩下的半年时间里面，拜登要在外交领域有所行动，为拜登主义留下更多的遗产。对于民主党来说，即便是现在拜登退选，民主党的前景也未必会有改观。民调显示呢，哈里斯并不比拜登更能赢特朗普。当拜登宣布谋求连任的时候，民主党的困局就形成了。拜登最大的短板就是年龄，而优势呢也是年龄。纵横政坛几十年，如果他再年轻10岁，应该是没有悬念的。现在拜登退出，民主党内虽然是一片感激，但是拜登留下的漏洞怎么去弥补还是个问题。拜登退了，哈里斯未必能够完全接收和整合拜登的资源。一是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哈里斯能够以及多大程度上得到党内的支持。除了副总统的履历和拜登的提名之外呢，哈里斯的优势并不突出，以及哈里斯会选择谁作为竞选的搭档，都需要时间和政治手腕。拜登的竞选团队以及政治的班底，并不是哈里斯的政治资源。拜登退选之后，共和党议员要求拜登辞职。那您如何看现在的美国政治大戏呢？政治如流水，美国的政治游戏越来越多惊奇了。拜登宣布退选之后呢，民主党内一片赞扬，但是共和党似乎要乘胜追击。拜登退选以及卸任之后会遭遇什么，还真是个问题。如果哈里斯能够胜选的话，拜登及其家人应该是安全和平静的。拜登退选以及民主党内现在的困局，对特朗普来说是个机遇。其实呢，只要特朗普不犯错，赢得大选的前景还是比较明朗的。本轮大选的过程中，特朗普的性格和语言比较收敛，在与拜登辩论以及遇刺后的演说中，并没有活力全开，而是强调美国要团结。其中的原因或许是特朗普的团队在约束他攻击性的言行。从特朗普本人来说，经过4年在朝和4年在野的历练，特朗普已经不是政治素人了。另外呢，特朗普在8年前掀起了特朗普主义的思潮，对美国政治以及对外战略呢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特朗普败选之后呢，特朗普主义并没有退出舞台，相反，在2024年卷土重来。特朗普选择的竞选搭档万斯就是特朗普主义的信徒。特朗普主义是确定的，但是如何变成政策是不确定的。特朗普在第1个任期中以推特治国，团队走马灯一样换人，这种不确定性和随意性赋予了特朗普以权力，但也造成了政策的碎片化和不连贯。在拜登2020年胜选后，我认为拜登的政策会在奥巴马和特朗普之间。如果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那特朗普第2任期应该在特朗普和拜登之间进行平衡，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去推进特朗普主义。从世界多国领导人的表现来看，特朗普似乎已经成了影子总统，已经为他上台在做准备。然而，就像拜登退选一样，特朗普也是一个近80岁的老人了，变数依然是存在的。